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严，咱们今天来讲技术分析到底重要不重要？但凡提到技术分析呢，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都是骗人的。假如真的有用，那怎么还会有人亏损呢？我很理解这些朋友的心情，但是呢，大家要明白，技术分析它只是一种工具，你选股票总得有个标准吧。很多朋友刚开始学习技术分析的时候，可能会觉得学会了 MACD 啊、K 线啊、布林带啊这些技术指标，就一定能赚钱。但是实际上呢，技术分析只能帮我们做出更合理的判断，它并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能盈利。市场上亏钱的人，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技术分析没有用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对方法，或者说呢，没有结合其他因素去全面的分析这个股票。我举个例子，有些人觉得自己学会了 MACD 了，看到底部金叉了，就盲目的进场了，结果呢，买入后股价竟然下跌了，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技术分析也不靠谱嘛。但是实际上呢，问题就出在他们没有结合市场的整体趋势，也没有看市场的情绪，就只单一依赖一个技术指标。技术分析呢是需要综合运用的，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它的真正作用。再有就是很多人忽略了市场的整体趋势，这也是导致技术分析不灵的原因之一。我们经常说顺势而为，逆势而亡。牛市里，就算你不懂技术分析，随便买点股票，赚钱的可能性也非常大。但是呢，反过来在熊市里，不管你多么擅长技术分析，大趋势它是向下的，成功率肯定会大打折扣了。所以说呢，技术分析在大趋势的基础上，才能更有效的发挥作用。比如昨天的市场，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大盘高开了，机会来了，竞价还没开始就开始挂涨停板买了。但是呢，他们忽略了整个市场的调整趋势。在上个视频里讲仓位管理的时候，我就说了，大盘不可能一直上涨，需要分批建仓。最近几天的行情呢，其实从技术指标上来看，已经过热了。如果你忽视了这些信号，盲目的追高，那么亏损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。另外呢，技术分析固然很重要，但更重要的呢是风险控制。如果你没有好的风险控制策略，再好的技术分析也没有用。在股市里很多人喜欢追涨杀跌，看到股价涨了就买，看到跌了就卖，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自己的仓位管理策略。这同时就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止损。技术分析能够帮我们找到买入和卖出的信号，但是呢，你必须得设置一个合理的止损位。比如你通过 MACD 布林带判断股价可能会上涨，但是实际情况呢，不会100%按照你的分析走。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设置一个止损点，如果股价跌破了这个点，就要果断的卖出，避免更大的损失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亏损的原因，他们没有严格执行自己的止损策略。有的人甚至一开始买股票的时候就没有止损的策略，一旦亏了，他们就想着再等等，结果越亏越多，亏到自己受不了了就割肉了。技术分析的确是呢，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好的入场点，但同时呢，必须配合严格的风险控制，才能真正做到稳健盈利。还有一点就是，现在很多人误以为学会了几个技术指标了，
就可以一直依赖这些工具赚钱。我在第1期的视频里也谈到过，市场是不断变化的，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。技术分析的方法呢，也需要根据市场的不同阶段进行调整。你不能拿同一个方法套用到所有的行情中吧？之前的牛市跟现在的牛市可完全不一样。比如说 MACD 在趋势行情中效果很好用，但换在震荡行情中呢，可能就会出现很多假信号了。这个时候你只依赖 MACD， 不结合其他指标，比如布林带啊、成交量啊，很有可能就会被这些假信号所误导，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。所以呢，技术分析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你必须根据市场的变化灵活调整你的分析方法。最后呢，技术分析固然很重要，但是呢，我们的心态管理同样很重要。很多人在市场里亏钱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技术分析没学好，而是因为呢，他们的心态已经崩了。比如昨天的早盘，有些人着急进场，因为他们还空仓呢，明明技术指标还不到位，也追进去，结果一买就跌了。又或者看到股价下跌了，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极限了，比如今天的行情，哪还管什么技术分析了，赶紧割肉吧，结果往往就会割在最低点。这些行为呢，其实跟技术分析没有什么关系，而是他们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在股市里呢，贪婪和恐惧是投资者最大的敌人。反过来呢，如果你能够通过技术分析找到合理的买卖点，再加上自己良好的心态管理、风险控制、仓位管理，那么即使市场短期波动，你也能稳住心态，不会被市场情绪所左右。技术分析是股票操作中的一部分，它不能决定你到底能不能赚钱，但是呢，它可以帮助你在复杂的市场中找到更合理的买卖点，把股票的风险呢降低，这样成功率就会大大提高。所以我们学习技术分析是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对技术分析呢还有其他疑问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咱们下期再见。